来埃及学雅思，小班课只要25元1小时，这可能是全球最便宜的地方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飞扬。时隔1年之后我又再次来到了埃及，并且这次要待3个月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要在埃及学雅思。大家可能就会问了，为什么想学雅思，以及为什么要在埃及学？那我先说说为什么想学雅思吧。大家看我视频可能也发现了，我之前跟外国人交流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但是我自从大2考了6级之后，我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没有学过英语了。所以词汇量的匮乏导致我现在阅读呢还是有挺大问题的。所以想提升一下英语水平，达到一个可以工作的水平，那么雅思就成了我最好的选择，给自己未来的工作多一些选择的空间。那为什么会来埃及选呢？就是因为这里便宜呀。去年来玩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埃及各种服务类的消费简直性价比逆天。虽然埃及的人均收入大概只有800到1000元1个月左右，但是埃及呢是以旅游业为主的，本来就有很多外国人，再加上埃及人口众多，贫富差距特别大，所以其实还是有不少中产以上的家庭的。那么这些人他们还是比较向往那种欧洲富贵人的生活的，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与国际化接轨的一些服务设施的。所以埃及这里非常适合旅居一段时间，来体验或者学习一下国内价格不菲但是这里又非常便宜的体验，比如说马术课、游泳课、网球课、高尔夫课，或者一些语言类课程等等，甚至还有滑雪课，都非常便宜。私教课或者小班课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30到50人民币每小时左右，在国内这个价格怎么样也得翻到3到5倍了吧。比如说我这次学的这个雅思线下的10人小班课，总共有20节课，每节课1.5个小时，总共只要750元，相当于25块钱1小时。怎么样，这个价格是不是很便宜？国内怎么样也得100块钱1小时吧，而且报考考试国内是2100元，这里只要730元左右，这可能是全球最便宜的雅思考点了。那么在埃及学英语是什么样的体验呢？先给大家从报名说起吧。其实在埃及开罗有2个比较出名的培训机构，一个是雅思考试的主办方之一的英国文化交流协会 British Council， 另一个是埃及排名第1的大学美国开罗大学。是的，它的名字就是这么直接。其实不仅是这个学校，还有英国开罗大学、德国大学、加拿大大学等等，而且这些还都是比较好的私立学校，学费都非常贵，基本上都要1-2万人民币1年。所以来这学校上学的基本上都是埃及比较有钱的人。说雅思，这2个培训机构的学费呢其实是差不多的。最后呢，我还是选择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，毕竟这是主办方之一，而且他们的课程也比较灵活。这2个机构的报名呢，不是说你有钱都能报的，因为它是全英语授课，所以说还是需要你一些听说读写的英语基础的。所以在你报名前呢，会有一个前置的英语测试，分为线上的一个选择题机试以及线下的面对面交流。然后这个呢需要花费大概200埃镑。如果说你的英语水平达到他们的要求了，那你就可以付费参加他们的线下课程。那我就说一下这个英国文化教育中心的这个课程，那有10节课的3300埃及镑，或者是20节课的5100埃及镑。付款后，你需要在10周内上完你所有的课程。为什么说它的课程比较灵活呢？他们的课程是这样子的，分为听说读写4个模块，每个模块都有大概12到15节课程，主要是教你在考试中如何思考、如何应对考试的一些技巧等等。它每一类的课程都是循环滚动式的线下教学的，它每天会排1节课，到时候你就在他们的 APP 上选择你要去听的这个课程类型的里面课程，然后去它对应的教室去听课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跟你有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。基本上每节课都控制在10人左右。我上了几节课了，我觉得这些老师的水平还是可以的，而且他们的发音都非常的标准，没有特殊的发音大家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。但是仅仅上这个雅思的线下课程肯定是不够的，还是要靠平时自己的一个备考学习。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来埃及学雅思，其实在国内自学也有挺多 APP 辅助学习的，比如这个比较出名的百词斩雅思 APP 就很好用。因为考雅思需要系统的学习，了解考试的重点和方法，完全自学会走很多的弯路。之前我也尝试过看很多公开课程，每节课都快1个多小时了，真的很容易走神，效率很低。百词斩雅思总共精炼了150个小时学习课程，每个章节会浓缩到20分钟左右的干货讲解，而且在讲解的过程中会有互动的题目，让我们跟上老师的思路，也避免了走神，感觉2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。之后呢，还会有专项的雅思真题练习和讲解，帮助你巩固知识点在考试中的应用。它会根据每个人的目标和当前的英语水平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，每天跟着计划督促自己，避免半途而废。现在正好有体验课程，大家可以下载试试，或者在 APP 上试着先做一道免费的真题，看看自己的起始水平如何。我测试了下我自己在5.5分左右，和大2过6级时差不多。10年没学英语，果然是停滞了现在得重启了。
我的目标是2个月后能够达到6.5分，还请大家给我一个点赞和3连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如果说我考到了，那我会给大家出一期在埃及备考雅思的指南。当然，这么便宜的羊毛，我可不是第一个薅到的。我上英语课的时候，没想到碰到了一个中国面孔，然后一问是我的粉丝。Do I have to speak English? No, it's Chinese. Chinese， 中国人，可以。没想到这遇到了这个我们的 UP 主小飞扬，真的特别荣幸，竟然在我非常幸运的，对，在埃及能碰到一个中国人，还是我的粉丝，这是我在线下见到的第一个粉丝，很酷，荣幸，有什么？非常荣幸，非常荣幸，都一下子成功面基，对，转换不过来了，是成功面基。然后我们之前也聊过一些天，然后他正好，他这里有很多香料，是你女朋友在这，没错，买的从国内带过来的，对，我们在经常做饭嘛，然后从国内带了一些做饭的这些调料，然后因为我也喜欢做饭，但是我发现这里买不到花椒和八角，就这2个对中餐来说，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，是吧？是的。然后在这边真的买不到，他们这边只有白胡椒、黑胡椒，完全没有花椒这种东西。对。然后他有就给我带了些，哇，真的太感谢了，可以救我的这个中国胃。没有，非常感谢。你是已经考完那个雅思了，是吧？没错，我是大概1个月前开始在这个开罗的 British Council 报课，然后我是3月26号考了雅思，我是机考，然后3天之后就出了结果。这么快吗？对，非常快。那我们看一下小杨的这个雅思成绩开箱啊。哎，不太行。7分，其实听力和阅读还是不错的 ，speaking 也不错，就是 writing。对，当时我是小作文第1篇没有时间写。哦，直接那你有一个小作文，直接就可能很多分就直接没了，对。但没想到还有5.5，所以我可能还会重新考练一下手速吧。对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找好学校，下面就该找住的地方了。下期视频给大家看看我住的这个公寓怎么样。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